今天这堂课要跟大家讲的是基础步法，这个步法跟我们之前练的1到6个步法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？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，记得去看我们的步法教学的那一堂课。今天要讲的基础步法，就是要将前面学到的这6种步法，很有效的组织结合在一起，并且是一套可以正常使用的动作。前面那些步法，你要把它融会贯通的使用，其实在没有经过这一个阶段的练习是有困难的。我们要怎么样去将我们的步法有效的结合，并且了解步法跟步法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我今天练一种步法，它就只有一种功能；我今天练一个步法，只有一种机会用得到，而是你要去了解我们这个每一个步法之间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动作跟动作连接之间的意义是什么。以及各种不同的步法，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？那这个步法包含了我们的1到9度角的移动，包含了步法跟步法之间的串接。在这个基础步法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它不会牵扯到太复杂的东西。你只要一开始先去组合你的步法。我们的步法总共分成4步1组。总共分成3组12步，4步1组就是请你去挑选4种不一样的步法，比如说滑、垫、跳、前旋。然后呢，组成3组，也就是4组、4组、4组，做成12步。你要先把这个4组应该讲，你要先把这一个一组一组一组的部分单独给练好，接下来将3组结合在一起，一次能够做到12步，这样子就是一个我们基础步法的练习点。那当然，在做这样的步法组合的时候，有一些先决的条件。第一个就是呢，你的4步里面不可以有一样的步法，就是你不可以有滑步、垫步、滑步、垫步这样子的组合。第二个就是4个步法里面，你移动的角度都不可以重复，而我们步法移动的角度只移动1、3、5、7、9这个所谓的大角度。那也就代表，如果我今天一开始走了1度角，我接下来我就不可以再走1度角。好，那你的第4步也不可以跟你的第2组的第1步重叠到。比如说我的第4步我是用的是跳步，我在第2组的第1步我就不可以做跳步。好，这就是它简单的规则。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动作的示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组合步法它应该要怎么样组合这是其中一种范例。那我们在组合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要尽量去体会各种不同的组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步法是怎么组合的。现在来看第2组步法，动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第3组步法，动。
好，所以刚刚我们看到，当你设计了3个步伐的组合的时候，就会是这样的练习法。那当你今天当然你必须在正常情况下，你要去将你12步背起来。可是你平常在练习步伐这些的连接度的时候，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随机的方式去练，慢慢的去组合出你很自然可以把步伐衔接起来的那种感觉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随机将12步伐组合起来的感觉，动。所以最基本啊，我们在步伐的连接上面哦，你会有一个拍子跟拍子的点。如果你很标准的做1、2、3、4，这个动作很锯齿。好，我从侧面做，大家会比较容易感觉到1、2、3、4，这个动作会非常的锯齿化。所以你要让你的动作连接的顺畅，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啊1跟2之间的这个连接点。一点点的重叠到，大概重叠个5%到10%，所以你做起来的感觉就会1、2、3、4，会变得比较流畅、比较顺。可是绝对不要让它变成含糊，因为你重叠的太多，就会像这样子，你整个动作都把它粘在一起了，你已经搞不清楚我是在移动重心还是在动后脚。所以尽量要去习惯，把每一个动作做得很确实，但是做得很流畅。很自然的去调整你步伐的节奏。那我们这个12步连接起来，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能够去习惯，我很随机的去控制我步伐的点，然后利用每一个角度，然后去调整你的步伐跟感觉，然后让你的位置不要有重复性，或者是一直很依赖一个点。所以我们在做跳步往前跳出去，利用一个小前旋，利用碎步移动一个目标，去调整我们的动作跟位置，然后确认自己的动作，包含你是滑步还是今天你是垫步，这些动作你都要做得很明确、很自然。那在之后，当然你会融入我们的基本攻防姿势去做动作。去配合身体的角度做后旋，并且搭配出腿等等，所以所有的手法、步法、身法、腿法，在最后你都需要做一个连接。连接起来之后，你才能够知道我的动作是否实用、是否好用。那在最后总检的时候，自然也会去看到它的成果。如何让自己的下半身不要像木头一样？比如说，你就会站着然后互殴，或是今天你的重心在中间，然后你每次要踢又要移动重心。回来又要到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的步伐的连接性、丰富性很重要，以及步伐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做这个步伐，什么时候不做这个步伐，也是有它的关联。这在之后在进阶步伐的时候会跟大家再去提到，所以在现阶段，大家务必的先去组合步伐，了解步伐跟步伐之间的关系。在下一个等级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到节奏步伐。加入节奏步伐之后，你会更容易的去明白 ，OK， 这些动作我该怎么样去组合跟运用。